周五5月31日，非常戏剧性，从开盘到美东时间12点30分，市场自由落体3个小时，很多散户心理防线崩溃，扔掉了筹码。但是12点半到收盘，出现了一个直线拉升的 V， 空头损失惨重，丢掉了散户的筹码，非常的懊悔。为什么周五出现了这个 V， 而周四5月30日却没有尾盘急速上涨呢？这和美股运行的底层数据有关。第一，周五是期权到期日，因为期权，特别是末日期权占美股交易的比例越来越高，所以在期权到期日，特别是私乌日或者月末期权到期日，波动会进一步加大，开场杀 call， 然后反过来杀 put， 而不管是买 call 还是买 put 的散户都难以赚到钱，这也是主力正反双向收割散户的一种方式。没有数据加持，开盘的下跌的确会被恐惧主导，不敢下单，甚至会把筹码全部抛掉。第二，内盘的买力数据决定。我们每天同步的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买力数据，会发现周四实时不断下降，收盘是负 2.77， 纽交所负 1.35， 纳斯达克。这种买力数据也是为后续还有一跌买下来伏笔，但是周五却完全不同。周五收盘买力是 2.44， 纽交所 1.82， 纳斯达克。纽交所几乎一直是正的，纳斯达克是负的，但是逐步抬高，尾盘变正，所以周四和周五的区别在于前者实时买力持续下滑，后者实时买力不断改善。第三，短线机构持仓成本和筹码集中度在那一刻符合强反弹的数据前提，我们在夜盘和下跌时已经提示过，短线机构持仓成本是短线周期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是多方重兵防守的堡垒，多方不会轻易丢掉这里，因为如果丢掉这道防线，就意味着周期降级。所以短线主力在连续收集了3天筹码后，筹码再次高度集中，他们发起反弹的成本非常低，所以反弹的意愿也很强，这也是我们提前在上一个周日期指开盘就提示过的最理想走势，而此时超短或超短主力也愿意跟随，所以此处构筑成我们系统提示的一个3股周期买力构成的经典3级买点。在美股中，周期越大的主力机构持仓成本处，反弹的力量越强，比如这一轮自4月底以来的上涨，就是从我们给的中短2机构持仓成本发起的4级买点。我们依然记得4月经过3个星期的大跌，在当时精准触碰到我们提前给的中短2机构持仓成本开始反弹，所以买点其实是可以精准量化和提前预知的。第四，我们强调过，一般尾盘是机构主力非常活跃的时候，而月末的尾盘更是，因为机构主力有 window dressing 的需求，让机构的月度盈利曲线更加美观，所以在月底、年底，往往会有很多机构主力愿意参与到这种尾盘拉升。第五，周五的反弹受到英伟达的高度影响。我们说过，英伟达和芯片已经主导了这个周期的指数涨跌。我们注意到，英伟达在5月31日美东时间12点半，也同步触碰了我们提前给的超短机构持仓成本，所以英伟达的超短主力也有反弹诉求。英伟达在6月后拆股行动，主力不会轻易离场，所以只要英伟达带动芯片板块上涨，就会给市场增加动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看英伟达和芯片的动能，同时看防御板块的平衡，动能加平衡2个功能同时就会触发大涨。当熟悉了我们的数据之后，就会发现类似 Event Day、机构持仓成本触发 Day 都是相似的操作策略。未来在遇到这种行情时，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，一击即中，走势千变万化，但是底层数据逻辑都是一致的。这也是我们说美股走势稳定和工整的原因。